安承熙心里对林婉儿的认知和感觉逐渐开始变得多元起来。一方面，他明确知道林婉儿已经将近400岁，绝对是老祖宗级别的前辈。可另一方面，他也恍惚觉得林婉儿就是个小姑娘，是个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可爱女孩。某些时候，又好似一个忘记年龄的闺蜜，给人一种知己的感觉，尊重、敬仰、欣赏、喜欢、疼爱。当这几种感觉集中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安承熙也多多少少有些不太适应。林婉儿轻叹一声，微笑道：小女子与叶夫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将来若有机会，希望还能与叶夫人如今天这般畅谈。安承熙知道林婉儿这是真要走了，于是便点头道：晚辈也希望能再次与前辈见面，碍于情况特殊，晚辈便不送前辈出去了。林婉儿微笑道：叶夫人不必送，小女子自己出去便是。言罢，她转头看向空隐，才发现他已经眼泪婆娑，于是便笑着说：正平，我要走了。空隐知道林婉儿要走，忍不住哽咽道：哪怕只是一晚也好。空隐很想说一声：小姐，正平很想你，但又如鲠在喉，总是说不出来。心里的话越是说不出，就越是变成更多的眼泪，不停滑落，2行连成水痕的眼泪从他满是褶皱的脸上流淌下来，就如同江水流过干涸又皲裂的黄土地。两旁的人无不动了恻隐之心，甚至都忍不住看向林婉儿，希望她能满足空隐这小小的愿望。林婉儿却柔声说：正平，你我能再见一面已是缘分使然，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早就习惯了分别，多留几日，除了徒增风险，也只会使得下次分别更加难过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便将这次重逢当作惊喜留存心底。空隐再也绷不住情绪，他没有继续盘坐，而是改为双膝跪地，双手平放在膝盖之上，如孩子一般放声大哭道：小姐，正平知道小姐一生之艰辛，正平万万不该提出这样的请求，只是……空隐说到这里，说话都因为哭泣而变得断断续续。只是正平有种感觉自己活了120多岁，大限已然就在眼前。小姐，正平过去100多年的生命里，最早的一段记忆，便是被小姐抱在怀中。如今大限将至，正平斗胆希望，此生的最后一段记忆，依旧是小姐陪着正平走完。那样的话，正平便死而无憾了。说到这里，不等林婉儿说话，她便感觉心脏一阵抽痛，整个人眼前一黑，便侧身倒了下去。林婉儿下意识想扶起她，可却没有那么快的伸手，倒是景清法师眼疾手快，立刻将空隐搀扶起来。见他面色惨白，唇白如纸，心中暗道一声不好，关切地问他：空隐法师，您还好吗？其他人也都紧张地看向空隐，生怕他有个3长2短。林婉儿咬着下唇，心中亦如其他人一般揪心。正此时，空隐忽然睁开眼来，看向林婉儿，艰难地微笑道：小姐，您一定要多保重啊。林婉儿心中咯噔一下，看出他已然到了大限之时，眼泪瞬间从眼眶之中流出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他赶紧上前俯身，毫不犹豫地掏出一颗丹药递到空隐嘴边，像哄孩子般笑着说：正平乖，把这颗药吃下去，就一切都好了。空隐艰难地挤出笑容，颤声说：小时候生病时，小姐便是这般劝正平吃药，小姐熬的药特别苦到喝下去之后，浑身都忍不住颤抖，可是每次都真的能药到病除。说着，空隐深吸几口气，继续说：可这次不一样了，小姐，正平的大限真的来了。林婉儿拭去泪水，认真道：这次也是一样，你把这颗丹药吃下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这是公子送给我的回春丹，
能增加20年阳寿。你把它吃下去，就还会跟小时候一样立刻好起来。周围众人纷纷心惊，回春丹，谁又不知它的功效和价值？安承熙更是知道，大哥拿出几千亿美金，都不曾拍下一颗回春丹。叶晨将回春丹送给林婉儿，定是留给他的保命丹药，可他却毫不犹豫地拿出来，便要给空隐服下。就在众人被林婉儿所折服，为空隐而高兴的时候，空隐却笑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要了，小姐，我感觉佛祖似乎已经来接引我了。”林婉儿厉声呵斥道：“我不让你死，便是佛祖来了也不行。郑平，立刻马上把这颗丹药服下，否则的话，休怪我让人撬开你的嘴，给你强灌进去。”空隐用尽全力，不停摇头，看着林婉儿哽咽道：“小姐，让郑平就这么走吧。125载人生路，在尽头处还能有小姐陪伴，是真正的大圆满，更是郑平一生修来的福报。”林婉儿罕见的满脸愤怒，十分严厉的训斥道：“郑平，你连小姐的话都不听了是吗？再不服药，我便动手了。”空隐摇摇头，认真道：“小姐，郑平不敢，只是郑平不想再活20年了。125载，在俗世之间，已经极其罕见，全日本都知道郑平的岁数。若郑平再活20年，小姐的敌人一定会起疑心的。郑平不想害了小姐。”说着，他整个人已经到了濒死边缘，垂死间哽咽道：“小姐，郑平会变成西方最亮的星星，像你小时候告诉我的那样。”林婉儿哭着说：“郑平，把药吃了吧，后面20年可以找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隐姓埋名，活着总归是好事。你不是让我留下来小住几日吗？你把药吃了，我便在这里小住几日，好吗？”空隐此时的眼眶中已然满是浑浊的泪水，他拼命摇头，将眼泪甩出眼眶，可很快又被控制不住涌出的泪水冲盈。他看着已经十分模糊的林婉儿，微笑着说：“小姐，请原谅郑平这次不能从命了。”林婉儿手里捧着丹药，内心极度挣扎，她想强行把药喂给空隐，但知道他决心一定，担心强行给他20年寿命，反而成为他的累赘。空隐知道林婉儿的挣扎，微笑着说：“小姐，放手吧。你以前说，总是要放手让我们飞出去开枝散叶的，现在也请放手让郑平去见见那些兄弟姐妹吧。”林婉儿泪如雨下，却是重重点了点头，随即握着空隐苍老如老树皮一般的手，哭着说：“那你要记得带我向他们问好。”空隐会心一笑，瞬间放松下来，抓着林婉儿的手说：“放心吧，小姐，放心吧。”说罢，他心满意足地看向景清，说：“景清法师，麻烦带我转达元城。我死后墓碑上不要刻我的法号，要刻我的俗家名字，斋藤正平，这是小姐给我起的。”景清见到此情此景，也难掩心痛，郑重地说：“空隐法师放心，贫僧一定会转达的。”空隐点点头，又看着林婉儿，用尽最后几分气力说：“一定要保重啊，小姐，一定要活到最后一天，要记得享受生活，而不是一味的为别人付出。”说完，他的瞳孔一点点涣散，人也逐渐瘫软，直至彻底失去生命体征。不过，空隐的仪容面没有半分痛苦与不甘，反而带着一种满足又豁达的微笑。周围几人都看得出，见到林婉儿，有林婉儿陪伴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，对空隐来说，人生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大圆满。他这一生，初时幸得贵人拯救，中时
又得贵人相伴，中间还跌宕起伏的活了整整125载，过程精彩，有始有终，人生圆满。